圈裏邊咧，各種嘅術數，佢相對嚟講係適合中國人嘅啫。因為它古時候是用來補我們的國家大事，為帝王之所用。你係高手啊！大仙不能出山海關。如果有人真係話佢太陽神數真係無敵咁犀利咧，我只能夠講90%有機會係騙子。起個盤出嚟，我哋嘅元神喺四維世界就可以幫你。想破解佢嘅嘢越精準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咩嘅因果就會越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咁咧今日就有個好特別嘅情況啦。只要咧唔知去揾男朋友定揾女朋友啦，就冇得主持呢個節目啦。今日咧就邀請咗兩位好朋友嚟風水説道嘅。左邊咧就係我哋嘅陸任發明師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發明師傅。咁右手邊咧係我哋奇門遁甲嘅慕雲師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慕雲。咁咧今日咧就個主題比較特別嘅，要同大家去一齊去漫天咁談下咧呢個玄學圈裏邊咧各種嘅術數啊。咁啊有人話咧有3種術數係最高級嘅，一種係奇門遁甲啦，一個就叫做大六壬啦，一個係太乙神數啦。咁啊兩位師傅唔知你哋點睇呢3個神數咧？啱先講嗰3個咧，首先歷史比較耐啦，同埋咧統稱為古三式，咁係以前咧用嗰啲排盤。就是模仿我們的天文系統排出來是圓形的盤，星星排在最外面，然後就是人在中間，然後下面就是我們的9宮，就是有天地人3維，然後還加了4神。那因為奇門遁甲是經常用於行軍打仗，為帝王之所用，所以把它叫做我們的古三式之首。奇門遁甲咧，我個人認為咧係近幾年嚟咧，所有嘅玄學圈咧應該係最流行嘅，無論係法科師傅又好啊，修道嘅又好啊，或者原先玩開八字啊、紫微嗰啲咧，都開始去涉獵到呢個奇門遁甲啦。咁我個人咧，其實最早期咧都有涉獵到個大六壬嘅。我原先咧淨係學大六壬裏邊其中一個術數咧，叫做演琴。呢個演琴咧，其實就係28星宿啦。我就係去摸呢一個咧，都摸咗3年。咁我如果話學晒呢個大六壬咧，我覺得嚇你有心機，跟住又可以即係話放低你嘅工作有錢咧，10年基本上可以出到嚟㗎啦。但係咧，可能即係到而家咧，市面上已經很少見到太乙神術。係。對，因為它古時候是用來補我們的國家大事，還有我們的天氣，就是補之大事為祀與戎，祀就是我們的祭祀，還有我們的戎就是戰爭，就這2個國家大運有關的，所以太乙神術現在是很少用到了。當然喺市面度有師傅話佢係專攻太乙神數，跟住咧就話仲有開班去教學嘅先。但係我而家喺呢個頻道度咧同大家講啦，如果有人真係話佢太乙神數真係無敵咁犀利咧，我只能夠講佢可能有機會係騙子，因為咧呢一個行業咧90%都係騙子，9%係學藝未精嘅，仲有嗰1%有冇機會俾我哋遇得到咧？呢個真係好睇緣分嘅。所以我如果呢3式嚟講嘅話，目前受歡迎嘅話應該係奇門遁甲啦。因為奇門遁甲，我個人認為咧，佢係可以除咗去占卜睇啲事之外，佢可以解決問題。係。第一個咧，佢係可以滅象嘅，滅咗嗰個唔好嘅象出嚟。咁我哋點樣去對抗佢啊？第二個咧就係去佈陣，奇門講9個宮位㗎嘛，某一個宮位出現問題之後咧，我哋去將唔好嘅宮位嘅象去處理咗佢，咁其實呢件事就好容易去解決啦。現在市面上的奇門遁甲其實是數理奇門，係，就是我們平時所謂的看個書啊就能懂的。我知道發明師傅其實你自己都有學下即係六壬法物裏邊都有啲奇門，你喺度學緊。我學嘅係六壬先法，唔係小六壬、大六壬，所以我係以法術為主嘅。但係呢個奇門遁甲咧，我有姜太公奇門，咁啊亦係我哋所俗稱啦，就叫做來人不用問。咁啊，好似啱啱慕雲所講嘅，但係其實係一個時空盤嚟㗎。當我哋一打開咗呢個時空盤，其實佢入邊嘅東南西北，即係我哋嘅風水啦，所有嘅嘢佢就已經出嚟㗎啦。係天南地北一樣係嗰個盤嚟嘅。冇錯，刑沖克害，佢一出嚟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就會將呢個方位進行調整，咁啊就按照風水嘅一個理氣風水，跟住進行調整嘅咁樣。對。我接觸嘅奇門遁甲咧係呢個局，如果係大事嘅話咧，我起咗之後解決咗呢件事之後，呢個局係要封起嚟嘅。
即係大所件事。有的局看完都要出有入局我哋一般嚟講，一要出局開波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已經係封盤㗎啦，即係唔好令到佢嗰種殺氣啊或者陰氣啊等等，即係我哋少犯啲因果啦。佢會衝向我哋呢度，令到我哋 check 盤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嘅信息量會唔夠或者會出現偏差嘅。係啦，喺呢一度真係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呢個係好核心嚟㗎。即係起盤之前有一句嘢，即係真係臨兵鬥者，皆陣列前行㗎。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句術語嚟㗎。好多人咧去起嘅時候咧，點解佢話要念咒咧？事實上呢樣嘢本嚟都係要通天地㗎嘛。咁你如果冇一啲咒喺度俾你護持或者出嚟嘅結果咧，其實冇咁精準嘅，我覺得係。因為佢入邊承負嘅因果越大啊，即係好似我哋。即係當然我係通靈界啦，咁樣一樣嘢嘅話，我哋睇得越準，睇得越深，想破解佢嘅嘢越精準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咩嘅因果就會越大。所以我覺得奇門遁甲有時候即係上古嘅嘢啦，你有時候要尊崇翻佢嘅裏邊一啲嘅法理啦。開盤嘅時候念咒，結束嘅時候封盤。其實咧，我嗰陣時都係為咗保護自己。嗰封個盤咧，仲要揼個印㗎。即係而家以前因為有天元女嗰個印啊嘛，要寫㗎嘛，以前係寫嘅，所以要用朱砂封嘅，朱砂，然之後抽低，然之後畫個圈叉落去，就寫個封字。冇錯，冇錯。有個好重要嘅咧，就係化解嗰陣時咧。我想問你哋要點保護自己？都其實有㗎。冇啊！我哋一般嚟講，我哋自己會修法。例如我哋錄音啦，經常我哋都會食符水嘅。同時喺我哋使用法術之前咧，其實我哋就會有護身神咒嘅。你先護咗個身佢先，唔使講嘢。原來呢樣嘢藏咗個很多嘢啊嘛。大家去睇奇門入邊咧，中間係空嘅。係嘅，冇錯嘅。中宮係冇嘅。咁中宮係邊個咧？就中宮嘅太極點就係我哋。冇錯啦，冇錯。有陣時咧，有個人喺泰國，有陣時喺美國。咁大家知道有時差㗎嘛？咁到底以佢定係以我？係，所以呢個時候我就會去驗證。咁啊，真係就係我為太極點，以我嘅時間，我呢邊為係幾點？就算佢喺美國也好啊，亞洲啊邊度，真係就係我呢個局。然之後好全面，佢自己喺美國，佢嘅倉庫喺日本，但係喺個局入邊先，居然睇到佢日本嘅倉入邊，佢係做護膚品㗎嘛，仲有300套護膚品，然之後面膜係冇嘅，全部喺個盤入邊。所以佢真係可以穿熟，即係穿過。完全係可以嘅，冇錯。你係高手啊！因為喺書籍典嘅裏邊講到明㗎啦，大仙不能出山海關，亦即係話你能睇到世界嘅情況之下嘅話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嗰度高手啦已經。唔係大仙睇啊嘛，係因為呢個真係就係。個盤其實都連接緊全世界㗎，你去到美國、去到日本、去到咩，佢都連接。但如果你係書籍所寫嘅大仙不能出山海關，你係睇唔到呢個盤。因為依家咧，我哋已經融入咗全球化啦，係咪先？咁本身全世界都係推崇咗道教文化。冇錯，所以咧呢個係正常，因為以前咧人嘅活動空間好少，係咪？去一個地方咧要10幾20個鐘或者幾日，我哋而家10幾個鐘環球都得啦。頭先嗰個大仙不可出山海關嗰個講的是出馬仙啊！馬仙，不要串頻道。我哋而家講緊奇門。好多人而家用奇門遁甲嚟睇風水喎，你點樣睇呢個用奇門遁甲呢個盤嚟遠程睇風水咧？我哋就好直接好簡單嘅，一起個盤出嚟，跟住一睇到刑沖克害，其實講白啲就叫我哋元神就直接過到去睇㗎啦。原來已經知道佢到底邊度有實質問題，係暗物質咧，抑或係佢個環境磁場咧，到底有邊度有問題，我哋即刻就進行一個解答啦、調整啦。例如可能佢嗰個位置入邊好容易死人嘅，係咁樣嘢嘅話咧，我哋嘅元神本身就喺四維世界就可以幫佢解決㗎啦。好直接㗎啫，我哋係。OK，呢個再4維啲㗎啦。我哋3維嘅啫，就係其實也是4維的，但是它是用奇門遁甲裡面的陸地眼，比如說死門代表陰宅，生門代表陽宅，然後在裡面又有白虎，而且對應在哪個宮就哪個方向哦。冇錯。比如說在離宮，那就說他家裡祖先的墳墓正南方剛好有一個電線桿，就直接一對應就有了。很準的。然後有的如果是一條人家軌，如果加個死門破，他家的祖墳漏水了。然後一看真的是。咁你哋係咪一樣嘢嘅話揾隻雞跟住就可以釘咗佢咁咧？根本沒有。其實就是只要你精通陰陽五行，精通這些相法，你是可以把它真的讀出來，讀相。然後如果是比如說生門，然後生門那裡有一個衝撞，是有了天陰星，還有我們的景門，只可以。然後如果還有空王做空機序，只讀他家開門就看到陽台是窗明煞。
也可以很準，但是化解一定要現場，因為你化解要現場，是因為你還要看到它的巒頭，比如外面有什麼特別是有的我們要對應，比如說它如果對面是個死門，那它究竟是醫院呢，還是垃圾場？還是說我們的墳場，還是寺廟，它是不同的解決方法。就是跟我們有點不一樣了。我們就是發現它這個暗物質，其實我們就在四維世界，直接把它扯出來。對。然後就通過祖師爺的那個方面，我們就解決這種暗物質。理氣。再簡單啲都有嘅，好似我呢度咧，有時候咧就見到嗰個譬如話個肝啦，佢係辛金啦，佢受咗刑之後啦，又喺一個生門度啦。咁啊，我哋嗰度唔好啊，咁我哋通常都要去滅咗個像啦。咁咧，我哋有時候咧就會問你嗰度係唔係有個圓形嘅開口嘅嘢啊？咁咧就可以，其實佢話係喎，你又點知啊？事實上咧，亦都係萬物類象。跟住而佢滅咗個像咧，就你一望過去，呢樣嘢咧好顯眼嘅，你將佢拎走咗佢。事實上就呢個時空開始改變，呢個問題就同你拎走呢個杯，其實係一種科學，不過咧佢相對嚟講係適合中國人嘅啫。其實就是天時地利，然後再加上人自己再加上我們的暗物質，也就是所謂的神柱，就是師兄剛剛講的，那裡有一個能量不好的那個煞氣，比如說裡面看到個白虎煞，它就會有血光之災，然後在局裡就幫他去破解。其實我更願意的就是去做一個綜合結合，還有就是看實際上，它能就是去對應去做多少東西。是最好嘅一樣嘢都係就係現場調風水，呢個係最好嘅，現場睇係最準。對，而且奇門遁甲很重時空的力量。比如說秋天的時候，它天星星很旺，我拿天星星，就是拿那個圓形時鐘。夏天的時候乙祺很旺，我拿葫蘆。什麼時候去拿那個？其實我自己總結到最後就是用陰陽五行的力量。即係我哋講翻喺我哋上古嘅好多嘅神話啦，或者我哋嘅術數啦，其實源於一個字，都係巫術嘅巫字。係冇錯。我哋而家見到咁多嘅術數，最接近嗰陣時嘅巫，應該就係薩滿。係冇錯。係啦，就仲係用自己個身體啦，同個天去連接嘅。咁啊巫字，我覺得亦都好有意思啦。佢因為佢亦都有個木字喺度㗎，佢係兩個人。好似扶乩啦，六壬扶乩啦，其實就係扶住呢樣嘢去求各種各樣嘅問題啦。係啦，上面一橫係天，下面一橫係地，跟住你揸住個嘢，人係啦，溝通天地。所以其實就是說，人也是神，包括巫也是神，也是人，就是你能夠讀出自然界的啟示，讀出這些數據，其實都是神。係啦，所以我哋法術界嚟講咧，每一個門派咧，其實佢自己都有通神嘅一種科儀啦，或者一種符咒嘅。即係好似啱啱阿大星所講啦，我哋會通過我哋嘅扶乩啦，或者係我哋所講嘅化身啦、變神啊、上身啦。當然我哋正一派嘅話，我哋會直接請啦，我哋會化身啦，就係我就係大神咁樣。冇錯。咁點解我哋會提到呢一樣嘢咧？事實上咧，喺上古嘅時候咧，或者喺早期咧，都係通過我哋人嘅身體去連接上天俾我哋嘅信息，但係人始終係渺小嘅，你接收咁多嘅能量嘅時候咧，個身體咧好容易出好大嘅問題。咁咧慢慢咧，我哋中國咧就出現咗一部非常之經典嘅啦，叫做《易經》啦。人太渺小啦，如果我哋嘢我都要用我自己去接嘅話咧，唔好話我自己受唔到，可能呢樣嘢咧可以令到我成個屋企、成個家族都出問題嘅。咁咧就見到係咁咧，我覺得係上天係希望我哋人類覺得好啦，然之後咧就俾咗一個信息，佢擺咗喺個卦嗰度，從而咧我哋唔需要讀上天嘅信息啦。然之後咧我就係讀卦象，所有嘅信息喺度，通過一個第三方嘅中轉，我哋去攞呢個信息咧。咁咧呢樣嘢咧亦都有個問題，即係話好多人學易經啦，有啲人咧可以係啊，有啲人可以學得好準，可以讀得好準，有啲人咧讀到一塌糊塗，就係你對呢個信息嘅捉取。所有學術數的人其實要記住一句話，就是我一入門師父告訴我的，道大則法大，法大則術大，你的承載力一定要夠。所以所有的術數其實是通過人來表達，所以我這麼理解這些術數，所謂的玄學，它的鄙視圈、鄙視鏈，所有的東西，它其實就是對信息的不同解讀方法，它就是一個表達。好啦，其實所有嘅術法咧都係離唔開陰陽同埋五行嘅。咁我哋下一節咧都會同大家講到西方嘅塔羅啊、星座啊，同
同埋我哋東方嘅一啲占星啊，或者係紫微斗數啊、八字啊，如果大家對其他術數仲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喺我哋評論區度留言。好，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拜。